娘，不是叫你寸步不离看着爹吗？怎么又拉我来拜神祈福呢？哎呀，你爹刚吃完安神药睡觉了，黄昏前都不会醒来的。你爹的身子坏了，家里又诸事不顺，我心烦得很呐。我来求神不过是求个安心而已，你就别再啰嗦了。好，那我问你，如果爹忽然醒了，又吵着要见他孙子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天宇，哎，杭小姐，杭夫人，你们也来祈福啊？是，我爹病了，我跟娘来求神，为我爹祈福，愿他早日康复。一会儿我马上就要回去照顾我爹了。杭小姐真是孝顺。哎，对了，帮我问候你爹。我会的。你买东西啊？是啊。天宇，心宁，你跑哪儿去了？哦，我去买风车给孩子，你看。哎，看呐！哎，你看呐，人家多疼老婆孩子呀，他连看都不看你一眼，你就死心吧。你没看见啊？他那个老婆长相平庸，还五大三粗，他根本就配不上方天宇。哎呀，方夫人好。啊，我是方天宇，方老板的好朋友。这是杭夫人。这位是杭家的千金景珍小姐。哦，原来是你啊！我之前就看过你的绣作，绣的可真好。谢谢方夫人夸奖。这是你们的孩子吗？长得真可爱。我可没这么好的福气，念祖是别人的孩子，我只是帮忙带着而已。念祖是圆圆的孩子啊。是啊，你也认识家园呀？何止是认识，我跟江家园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朋友。没想到他把孩子放在你这儿了。啊，那可真是太巧了。家园跟天宇也是好朋友，我跟念祖又特别投缘，他忙着绣作，就把孩子给我带着了。啊，心宁啊，杭小姐和杭夫人是来祈福的，杭老爷呢又等着他们回去照顾，念祖也生病了，那我们就不耽误他们了，好吧？我们先走吧。好。那要不改日我亲自登门拜访你们二位，包括小念祖。先告辞了。谢谢啊。杭夫人告辞。哎呀，你看看人家不但有老婆，还有江家园这个红颜知己呢。你爹就算让你去做小，人家也不会要你的。娘，我回来了，我去看一下爹。不许去。怎么了？爹病了，我这当儿子的去看看，还要经过你同意？太晚了，爹睡着了，你还是别进去骚扰他了。我进去看看就走。杭景峰，你给我站住！我说了，别进去骚扰爹。娘，管管你儿子吧。哎呀，你还是别去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爹到底怎么了？你们有什么瞒着我？想知道是吗？好，我告诉你。虽然爹现在犯迷惑，可他的意识是有一丝丝清醒的。他一直在说，你这个不孝的儿子，为了一个女人把所有的家业都给败光了，所以他不会想见你的。你胡说！爹知道我已经悔改，重新做人了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你落魄街头那副德行，早就已经伤透了爹的心。你以为你现在还是爹的儿子，宝贝心头肉吗？爹的秘密你知道多少？你要是不相信，你可以问问娘。哎呀，
所以，你现在最好乖乖的回到自己的房间去，别进去看爹，就是对他尽孝。哎呀，他可是你哥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娘，到这个时候你还认为儿子比女儿更可靠吗？念祖，阿恨，不要离开我，你们不要离开我，不要离开我。哎呀，阿恨，你的心里面就只有得不到的人，在你眼前的，怎么就不看一眼呢？阿恨啊！爹这个样子，拖延不了多久。照这样下去，肯定会出事的。阿恨，是啊，你爹这病难治，一般的大夫都束手无策呀。哎呀，要是山上的欧阳神医在，说不定能治好他。哎呀，可惜欧阳神医他千万不能把他治好。他可是你爹呀，不治好他，难道你要看着他死啊？你这么不孝，难怪你爹不疼你呢。我当然不希望爹死，只是希望他一直迷迷糊糊的，别去认那个孙子就行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当然希望他快点好起来。你是真心才好，否则我和你爹就白养你了。等等，你刚才说那个欧阳神医，可惜什么了？可惜神医得了天花。小的时候啊，你跟你哥有点什么毛病，我都带着你们去找他，他一看就好了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他前天去出诊的时候染上了天花，他怕连累其他人，所以就躲得远远的，现在人去楼空了。哎，你不知道，念祖这孩子啊，这2天肚子不舒服，还总是哭闹，又吃不下东西，真是个可怜的小东西。有没有给他请大夫啊？看过了，可他就是不肯吃东西，更不肯吃药。大夫说了，眼下呀，让他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全都拉干净。方夫人真是宅心仁厚，谁要是做了你的孩子，一定会很幸福的。只是不知道，您什么时候给方先生添个一儿半女啊？我想，我这辈子是注定要无儿无女的。哎呀，方夫人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你瞧瞧我，说错话让你不高兴了。没关系，这事儿我早就想开了。瞧瞧我这嘴。哎，方夫人，记得我娘当年入嫁的时候，也是很久未有所出，后来遇到一位神医，帮她调理之后，才有了我哥的。不如我把这位神医介绍给你吧。我听天宇说过，是苏神医是吧？除了那个苏神医之外，在山上还住着一位欧阳神医。我娘说，我哥以前只要一生病，找这个神医医过之后，马上就好，并且第2年，我娘就有了我。是吗？其实这事儿也不是那么急。我们天宇说，他不是那么在乎这些的。方夫人，这男人都是口是心非的，他嘴上说不急不在乎，其实他心里真的不想要一个儿子吗？方先生家大业大，难道他心里会不想要一个继承人吗？说句不好听的，这女人肚子不争气，男人自然会在外面找一个代劳的。不会的，我们天宇不可能找其他的女人。
可就算方先生老实，那外面的女人也会巴巴地送上门来。你想想，这方先生才来苏州几天啊，这江家园不就已经缠着他了吗？啊，我想你是多心了。我们天宇他生性好行侠义，圆圆她身世又那么可怜，他只不过是帮助她罢了。他的圆圆就是妹妹，没有其他的。哎呀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虽然我和家园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我本不该说他，可是他的所作所为，真的已经让我忍无可忍，不得不说。他和我哥从小就定了亲，后来他家出事了，我们家非但不嫌弃他，还收留了他。但就这样，他仍然不满足，非得出去抛头露面，开个什么食店。方先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没事就跑到他那儿，待到半夜还不走。后来有一次，被我哥发现了，于是我哥就跟他大打出手。他还为了圆圆打过架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他说过这件事呢？这件事当年闹得非常大，你可以去问官府，去查个究竟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对了，我跟你说这些，你千万别告诉方先生，因为对于他跟江家园的事情，我知道的实在太多了，我怕他对我忌讳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应该尽快去看一下欧阳神医，顺便把念祖的病也给调理好了。我想也是，那我就带念祖去看看他吧。没事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听说你今天带念祖出去了？啊，念祖他身体不舒服，刚好景真来看我，所以他就热心的介绍我去看大夫了。谁知道那个大夫不在家，结果呢，我等了半天也不见他人影。杭景真？杭景真来做什么？他跟你说了什么？我知道的实在太多了，我怕他对我忌讳。也没什么，他担心我一个人在家里闷，所以他特地来看我的。对了，我记得之前你说你不大喜欢景真，为什么？也没什么。总之啊，你只管带好念祖就好了，这样家园才能够认真练习嘛。听说你夜里去秀场看他练习了是吗？是啊，他日夜练习，为了亡父，为了儿子，那股拼命的劲儿啊，男人看了都汗颜。我是怕他太劳累，所以提醒他要多休息。他对我们将来绣庄的事业很有帮助的。是吗？不是吗？别想太多了，睡觉吧。